在這裡定居的新加坡長輩，因為在這裡有工作機會而留在這裡，可是他們的骨子裡面都一直認為自己還是馬來西亞人，所以我就想，既然連建國一代，也就是現在已經70多歲退休了在新加坡的老人家都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的時候，那麼誰才是新加坡人？嗨，大家好，我是蘇珊。今天的內容跟以往有一點不一樣，影視劇風格。之所以會有這一期的視頻，就是因為這5個字：誰是新加坡人？6個字。你們看這太陽這麼大，今天是星期日，然後現在是中午1點，可是我還沒有吃早餐，所以我先去吃個早餐。然後現在因為是臨近農曆新年嘛，所以有一些農曆新年的布置，有個財神爺。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烏洛的這個58號 Marketplace。其實我蠻常來這裡的，不過我都是去吃前面的菜飯。然後有跟我的長輩親戚聊天，他就說這裡很多東西吃，你每次都吃菜飯而已。今天我就走進去裡面一點，看有什麼好吃的。看那麼多人，這裡是第2家菜飯，剛剛是第1家。然後這2家我都吃過，有表演呢。這個時間點，巴剎都收檔了。我的那個長輩蠻常來這裡買菜的，在巴剎的隔壁就是一間小販中心。好了，就決定是這裡了。老規矩，哪裡有人排隊，跟着排就對了。這是我總結出來的經驗。這裡有一檔雲吞麵，隊伍那麼長。然後我吃了這個巴剎，排了25分鐘，忘了跟他說我要米波，所以他給的這個也是手工麵，有點像雲吞麵這樣。等下再跟大家說。OK， 吃飽了。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疑問呢？誰是新加坡人？其實就是在前幾天拍攝的時候，有遇到一對馬來西亞變成了新加坡人的夫妻。他們大概在40-50年前就來到新加坡了的。那個昂哥他是一個石油的 project manager， 他30多年前就已經是新加坡 PR， 但是他一直沒有決定要把自己的身份轉成新加坡人，一直到他孩子長大念大學，他都還只是 PR。後來他在2010年的時候，他才決定把身份轉成新加坡人。可是他的骨子裡一直認為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我有一個表哥，他也是來新加坡工作，然後因為最近結婚生子了，他也是申請了 PR。然後他的回答是，他認為自己還是馬來西亞人。這件事情可以有很多的角度去切入，然後包括我有想過可以做紀錄片，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沒有精力，也沒有能力處理好這件事情。但我也不希望關於誰是新加坡人這一個話題草草了事，就是隨便下一個結論，所以我就拋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其實跟我這個頻道是相關的。現在我們就來到第2個章節了。這裡真的好有朝氣啊！難怪我那位長輩親戚每次周末早上都跟朋友來這裡喝茶，然後逛逛巴剎。我今天才知道它是叫做58惠福坊，剛好來到這裡附近，有點想念清湯甜品啊，叫了個甜品，好爽。關於為什麼我會創立這個頻道呢？其實跟誰是新加坡人這個標題多少有一點關聯。其實說到底就是身份認同這件事情。我從小生長的環境其實是在馬來西亞雪蘭莪的巴生，也就是肉骨茶最著名的那個地方。但是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真正的巴生人。怎麼說呢？就感覺自己離巴生很遠。巴生人所會參與的事物，所了解的事情，我一點都不知道。比如說他們懂哪裡有好吃的，然後他們也會參加很多神廟祭拜的活動，因為巴生是著名神廟非常多的一個地方。我一直不懂這份隔離感是來自哪裡，一直到我長大念電影還有舞台戲，然後就有聊到一些藝術史
一些電影史，所以我就回看自己的溯源。為什麼我會感覺自己不像是一個仿生人？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宅的人，所以我的世界就是日本的動漫世界，然後漫畫、老夫子，然後假面騎士，就是這些二次元的東西。然後我家剛好也是賣菜飯的，那時是叫經濟飯，所以也沒有什麼會去外面接觸外面的餐館，平時就是在自己的店吃。我最開始創立的頻道是在疫情期間，那時候看了老高的視頻，然後還有很多講奇奇怪怪故事的人，我就覺得我自己也可以做啊，剛好我又會拍片會剪接，就拉了我的雙胞胎哥哥，也就是蘇珊頻道前期的攝影師，他就負責當那個小莫聽我說故事。我就查了，老高很多都是農場文，歷史不正確，我一定要做一個歷史正確的故事，然後要傳播正確的科學，然後就開始學會查閱資料。現在回看啊，其實也是發現自己其實也就是把人研究的成果轉換成影像。我最近看到一個詞彙叫做video essay， 那時候就覺得沒有什麼成果，也是拍了20-30集，然後後來又變成我一個人講，然後後來又變成講一個動漫的解說，那個動漫的解說是叫玲瓏啊，最近出第2季啊，不對，其實更早之前還有做過一個頻道，那時候也是講解動漫，是一人之下，不過那是我哥哥做的，之後就結束了這頻道，就回去工作，就留下我的哥哥。還有我的阿嬷，我阿嬷就是雞蛋島的人，她就上來，因為那時沒有人能照顧她，其他親戚朋友全部都是在國外，就剩我的哥哥留在巴生的老家，跟他就度過疫情，然後沒有辦法，一定要有一個人出去賺錢去打工，所以我就去了馬六甲，偶爾會回來。那麼就在他照顧我阿嬷的期間，我有時候回來就發現，當時我哥哥每次就是這樣打開電視機，然後電視要選什麼節目呢？我阿嬷又不認識字，中文又不大好，因為我阿嬷在家鄉也是賣吃的，他就開探店視頻給我阿嬷看，富人者啊，那時就接觸到星探店、鱈魚探店這些，那時就種下了一個種子。然後一直到2024年7月的時候，我們就決定開一個頻道。開什麼頻道呢？我就覺得自己太宅了，看的資訊全部是從網絡上獲得，然後我對我自己周遭的事物一無所知，我不了解巴生的任何地方，於是就有了蘇珊探店這個頻道。一開始是叫這個名字，所以我們就以興趣了解周遭的地方為導向先去拍，流量不怎麼好，所以拍了10集20集就開始探索，開始研究演算法，開始投廣告。第1集到現在應該花了大概2萬吧，包括買器材買吃的，然後油錢，然後投一些廣告費。期間有發現一些在馬來西亞比較火的頻道，比如中年男人內，還有一個是 Panda Jason。他拍那個 MRT 美食我也蠻喜歡的，反正就很多去研究，但是拍着覺得這頻道好像不能盈利，然後一直這樣子投入剪接的時間，就是那個2萬還不包括時間成本，就要影響工作的時間。本職是一個在影視行業做攝影助理，然後自己也有接單去做攝影師的一個工作。我的雙胞胎哥哥也是影視，不過他是美術部門。那麼做着他就覺得不如我們做一個風格獨特一點的，我們就做了一個嘗試，就是叫默劇表演，有點類似 Mr. Bean 還有那個 Charlie Chaplin 卓別林不講話的風格，用肢體喜劇去表演，去帶大家看看吃的。但是我選的題材還是很興趣導向，題材我也不喜歡 clickbait， 不喜歡騙人進來，所以就用很樸實的標題跟封面，結果那個流量更加慘。看了一下我的數據，平均年齡是在40歲以上的，也就是說我拍的那個節奏風格是比較偏中年還有老年人喜歡看的。然後觀看我的頻道用的設備大部分是電視機，看的人大部分都是沒有訂閱的，訂閱的只有10%，所以就覺得這樣下去不行，需要生活，需要找吃。
我就做了一個決定，我就來新加坡做工，然後我做的也是拍攝相關的工作，然後周末有空就去探索一下新加坡。雖然講在金錢方面收穫沒有很大，但是透過拍蘇珊探店這個頻道，了解了蠻多馬來西亞的一些地方啊，一些食物的歷史，像拉薩啊，為什麼會有咖喱啊，瑪莎拉是什麼啊，然後蝦麵是怎麼來的，然後新加坡人的一些文化啊，所以你們會發現在新加坡呢，基本上不會有攝影師，而是我一個人拿着手機去拍。最近也更新了設備了，更加方便。雖然說這不是第一支用這個設備拍的，但應該是會第一支用這個設備上傳的影片。它也是第一支我拍 4K 的影片。這麼今天我會到1點才吃早餐來，其實就是昨晚到現在就是早上，我就在想這個頻道該不該繼續拍。我的想法是這個頻道應該是我去體驗世界的一個眼睛，然後我把我所看到的，我所理解到，我所接觸到的事情，就整理成影片，有點像摘錄要點，分享給大家看。但是我又覺得現在商業價值不高，就是說，如果我是廠商，可能也不會投任何的資金在這個頻道。那他們不願意投，我就沒有資金繼續拍嘛，我也是要繼續賺錢來養活。我就定了一個願望啦，就是在2026年，我想要把這個頻道調整一些拍攝的節奏跟題材，可能有一些比較吸睛的標題跟封面這樣子，至少讓這個頻道它的收支平衡是可以支撐我到世界各地看看的。然後我也不希望就是說喊窮啊，觀眾你們一定要眾籌捐錢給我去看這個世界，因為這是很不公平的。因為畢竟在體驗全球旅行的人是我不可能就是喊可憐去要求大家給我錢去旅行啊。當然前陣子有一個人曾經因為這事情發生了一個公關危機。我自己是覺得如果你們邀請我喝咖啡，可以就是當你真的很喜歡這個影片的時候，那你就給；或者是當廠商真的覺得他把廣告的錢投在我這頻道，可以獲得相應的曝光度，並且帶來他的生意回饋的時候，他覺得這個投資是值得的啊，那你就來投。講到有一點亂了，這是我第一支影片沒有寫稿，所以聽着那個順序可能有一點亂。從以前就有看過我頻道的人應該會發現我的名字改了，從蘇珊探店變成了蘇珊遊記，是因為我覺得新馬的食物因為地理的位置，他們是處於赤道，是在熱帶雨林，所以除非是比如說邦哥島地理位置比較特別，吉蘭島這種海島類，或者關丹、吉蘭丹、沙撈越、沙巴，獲取食材的方面有比較豐富的資源，或者比較獨特的資源，那一個料理才會比較不同。不然一般上在新馬一帶吃來吃去就是炒粿條咯、雞飯咯、拉沙咯，然後 roti canai、nasi lemak、沙爹，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然後我有點厭倦了，就是一直形容食物味道的，因為其實他們就是差異不大嘛。食物美不美味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除非特別難吃或者特別好吃，特別難吃的店應該都倒了吧。所以我就不想就是全部關注在食物，所以我更想要帶大家看到的是每一個地方生活在那裡的人，他們的思維其實跟我們想法是不一樣的，處理事情的態度也不一樣。中學以前的生涯全部都是在巴生，我就一直以為大家看的都是跟我一樣。後來上了學院吧，那時候是就遇到我的大學同學，有來自馬來西亞各地的，包括還有遇到來自朝鮮的一個校友，那個就比較特別一點，他們的思維跟我很不一樣。像是我在柔佛一帶的朋友，他們覺得新加坡如果把柔佛吞併在一起，那麼有多好。他們小時候是會看新加坡的8頻道，然後也比較少看 TVB。我的哥哥他看到我的影片之後，他就覺得，嘿，我發現你好像一直在自言自語，沒有什麼跟人交流啊。確實咯，但是有蠻多人是不願意上進的，我盡量吧。好了，
結尾的下我們就找一個地方做結尾，我再整理一下思路，最後就做一個總結。反正這個頻道我就嘗試在選題跟內容上做一些調整，看它能不能達到收支平衡，支撐我去到處看看這個實現我這個目標吧。應該至少需要10萬粉絲跟平均播放要到20萬，如果是週更的話。如果真的達不到，可能被迫斷更的話，就當作是去探索不同地方的一個理由吧。那時就佛系更，就做月更，就看能不能做一輩子拍視頻這件事情。月更也不錯了，就當留一個回憶。本期就到這裡啦，我是蘇珊，拜拜。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看這的風景。